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2024年的3月17号星期日晚上8点半开始的直播啊。首先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我们是今年第2次啊，上一次大家非常踊跃的参与啊，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和信心啊，再来一次。那这一次呢，主要是因为最近下个星期二呢会有一件大的事情发生有可能当然没有事情是100%的这个有可能呢日本的央行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改变从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到一个开始收紧开始走出零利率或者负利率，开始加息和紧缩的一个政策那很多人会低估了这一个日元这个带来的震荡，或者日本央行政策带来的震荡，所以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直播和我们今天早上出的这个上传的一个 YouTube 的视频，希望就唤醒大家的注意力，一起来探讨一下提早做好这个风险的管理当然不是世界上没有100%的说一定会加啦，一定会减啦那如果加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不加的话又会怎么样？我们都来探讨一下所以呢，今天早上我们上传了一个YouTube 视频也是蛮多人看的好这个，然后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也会回答大家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找到了 Rich 上一次 Rich 做的 TA Technical Analysis 技术分析，还是给到很多的价值，好多人都有兴趣，所以这次我也把他抓过来一起来那来的朋友可以打个招呼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在哪里的那如果是老朋友的话，也可以打个招呼特别是如果你在看重播的话错过了直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你是看重播的当然直播会更好这个马上可以问问题对吧所以呢下一张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下一张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些内容我们看一下大家哪一些内容是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来做个投票这也是看直播的好处对吧？你可以及时的投票，我们根据你的兴趣和问题可以深入一点那当然这个如果你是还错过了直播的话，可以这个订阅我们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的话我们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可以直接的通知你了那日本加息对不光是日本很多人是直接想到日本的经济股市除了日本之外，美国中国或者是其他地方当然我对美国和中国熟一点特别是Rich 现在对美股也是熟一点所以呢 B 就是美股的股票市场来做一些分析那这里呢我会如果是做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Rich 会做多点，因为我们有一个 GMT 的学习的群组，在那里我们有3个导师我是注重中国中概股多一点 ，Rich 是注重这个美股多一点我们还有个新加坡的老师注重东南亚亚洲其他地方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还有个分工，就是 Rich 现在技术分析是非常优秀的短短的几年之内变得非常优秀，比我还好所以呢他会看多一点，他也会看基本分析，但是他也会看多一点这个技术分析那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基本分析的包括是那个这个心理学等等那好多人说 C 呢就是中概股中概股包括 A 股、港股和这一个美国的上市的中概股D 呢D 之前有一些网友问的一些问题，我们选了一些出来，还有大家有其他的什么问题想知道的，包括哪一个股票可以做及时的马上做一个技术分析那我们看看人数多不多人数多的话我们做2个好不好？好超过1000个。
超过1000个啊，人数不多的话，我们做一个啊，所以呢，也要告诉我你想做哪一个股票的技术分析，哪一个股票的技术分析，我们一会儿我们的队友看一下，统计一下哪一个人这个股票是最多人感兴趣的，我们就做一个啊。那如果是想做2个的话那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价值满满的直播分享出去，使到我们觉得我们的付出有价值，有多点人受惠那这样的话我们做2个OK， 好，那当然最后还是下一步大家听了今天的直播之后，下一步应该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可以改善大家的投资的回报啦这个最后我们也会讲一下，好吧 ？OK， 我们看一下最多的人会对 ABCDE 哪一个感兴趣多一点好像是 A 和 C 多一点 ，C 会多一点 ，A 也多一点OK，A 和 C 没有人讲 B 那我跳过吧。有一点点讲 B 你就讲一点点了随便讲一点点了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就讲 A 了，下一章。讲 A 的话呢by the way还没有订阅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 YouTube 或者是 IG 的话，也可以订阅一下，因为现在的冒牌货是蛮多的所以大家订阅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们在 YouTube 有15万感谢大家的那一个支持，上一次到现在又多了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吗？几千个人感谢已经有15万，超过15万的订阅了Facebook 的话差一点点到101K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我个人有时候会在 Facebook 写多一点感想啦心得啦那当然 IG 的话我的队友也有一些定期的 post 我个人是少点用 IG 但是大家也可以看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内容 OK 所以没有订阅的话可以赶快订阅一下当然上一期也讲过 Rich 也有一个他的叫 Hi I'm Rich 的平台是说什么你自己说了那个是主要探讨一下亲子教育和一些个人成长的话题那个频道呢是我最近这几个月无私的贡献，真的是无私的贡献，开始拍的一个频道他是在繁忙的工作当中他每天要看200多张股票图，还要做我们的 GMT 的研究，还要拍摄 YouTube之后还要拍这个 Hi I'm Rich 的频道，把他的一些个人成长的心得这个分享给大家，所以大家可以给他多一点支持我们一会儿放一个 link 那个 Facebook 不是 Facebook YouTube 的那个频道好，我们马上讲一下这个日本加息那我们要密切留意的就是星期二，日本央行会这个来公开这个它的政策那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这一次我们觉得日本央行有很大的机会会加息首先我们这个星期天就今天上传了这个YouTube 的视频，大家没有看过的话可以之后再去看一下，里面也讲了一些日元为什么会对美国的债券、美国的股票和全世界的债券和股票影响而且这个影响会很大超越人家的影响那这里我就补充几句第一个，为什么我们觉得它会这一次加息呢这么多年都是量化宽松30年了应该有20年的量化宽松了它从2000年开始量化宽松的，我们现在整天听到量化宽松其实是日本的央行发明的2000年到现在是24年了，24年了，人家都习惯了，对不对？好多人都没有24岁，有没有人是年轻过24岁的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年轻人所以呢，我觉得真的人家可能是不习惯原来日本的央行可以减少供应货币，甚至是抽走货币，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当然了，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几样东西使到日本央行很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二会加息或者是要紧缩政策了啊，开始紧缩了啊。那如果不是星期二的话，也不要太高兴啊。如果他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啊，再看看，ちょっと再看看，也不要那么高兴啊，因为迟早会加的啊。那我们看到几点呢？就是第一个，日本的工资开始有上升的压力了啊，他们是每年的春天会有一个工会跟雇主的一个它叫春斗啊，春斗就是好像斗争的啊，春天的斗争。那这一次他们决定加工资加5点几个%啊，5点几个%啊，在日本是不得了的，对吧？好多人都没想过啊，可以加工资，还可以加这么多的啊。那我们知道，最健康的通胀是2%啊，所有的央行其实都是 target 目标是2%。那如果是工资增长5点几个%的话，一定会对通胀带来压力。第一，第二，日本现在如果它的日元还是这么疲弱的话，它会输入通胀。就是日元贬值10%，那他买进来的东西就贵了10%，对不对？那这样的话，那也会对通胀这个提高啊。那一旦通胀到了假设到了5%、6%，就像美国去年年初的时候一样，2022年年初的时候一样，6%、7%，这样的话，通胀如果再不拉下来的话，会越飘越高，越飘越高，这是个恶性循环。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家一看，通胀来了，我要加工资，加了更多了这个所以工资加了又要加这个物价了这样的话对生意会难做，对经济会不利。然后呢，也会这个对整体这个竞争能力会差，所以它这个长期来说是对日本的经济会不好的通胀所以美国看到通胀也要把它降下来，日本看到通胀也要把它降下来，所以这个现在日本的通胀已经是连续一段时间超过了2了这个以前说日本通缩已经没有通缩了而且这个通胀已经是超过2了。所以日本的央行这是央行的责任和工作，要把通胀降下来同时呢，日本的这个失业率也不太强，不太厉害所以央行就2个工作，失业率不用担心。所以他现在要把通胀降下来，就是我们感觉到日本应该要开始把它的超低的利率要开始调高了而这个调高不是它调多少，而是它开始调了所以这个很重要，可以写下来不是调多少关键是它开始调了，这个方向的转变是影响的大的，所以不要说哎呀日本利息0了，加了多少之后还是1还是很低了，不是这个，而是它的一个方向，这个整个政策方向改变会对整个资金，以前是流走日本的资金为全世界流走了流走了之后，现在它的方向转变了，对吧？所以资金会回来了这个方向转变了一旦资金回来了，以前涨得越多的有可能会跌得越多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叫Rich 看一看资金有没有离开美股市场，这就是我们第2个课题了资金有没有离开美股市场，不是我们拍脑袋想象出来的，我们要用技术分析来看资金有没有流走离开美国市场那我个人觉得以前资金到了哪里我们怎么知道资金到哪里，对不对？我们也不会去数，没有这个机制去数，那就是以前哪里涨得多的，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资金到了那里它才会涨得多所以呢以前哪里涨得多，如果调整的话当然这是如果资金转回去，我们的推算是准确的话当然有可能推算错的但是如果推算对的话，它转回去的话，那以前涨得多，它现在就会跌得多 OK， 那所以这个是整体的日元这个日本央行改变了之后，政策改变之后，大家小心了，因为太长时间24年这个没有这件事情发生那除了日本央行之外，还有就是美联储降息
啊。那美联储为什么会降息？有可能美国的经济衰退。如果它真的降息现在我们还看到好像美国很好嘞，美股很好嘞，其实美股很好，也就是半导体 NVIDIA、SMCI AI 带来的红利，对吧？我们以前也讲过 AI 带来的红利，从硬件开始，然后会第二波到软件，再到服务，再到其他的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但是除了这些这个超级成长的板块，所以选股5部曲很重要也可以写下来，选股5部曲很重要。第二步是看起飞的行业，我们是看之前压住 AI 是给我们看对了，对吧？第三个是龙头股，所以SMCI NVIDIA 这些优秀的10倍股真的涨了10倍了超过10倍，1年之内那第4、第5步就是这一个买卖的时机这个就要看资金的走动了这个就技术分析用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说美国现在经济其实比预期的好但是呢也有它的那个隐患，特别是美债很高很高，美债跟中国的关系又越搞越差，又要把那个TikTok 被 ban 掉那全世界的投资者以前2年前说哎呦中国阿爷打压了，中国监管了，中国对投资者不好啦，对什么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全世界的政府都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要把这个 TikTok 要不就 ban 掉，要不就是要卖走抢对吧？抢那所有政府都这样的你跑去印度也是一样的，印度找小米tax money no money no talk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股也会有一个影响那事不宜迟那个 Rich 有几个人是关于问了一些问题我解答一下问题，然后就 Rich 马上给大家看一下美股好吧？刚才有人说美股好像不太感兴趣那就感兴趣就快点写那所以呢几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下的日本加息对日本的经济肯定会冷却，肯定会有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这个以前为什么会低息呢？就是因为日本的经济太差了，以前那所以日本一直维持低的利率，使到日元也低。日元低的话是有利日本的出口 ，OK， 它可以卖多点 Toyota 了卖多点Sony 了然后呢还是有利他们去吸引这个游客Rich 我知道你下个月要去日本了，对不对因为便宜嘛，都我们上一年11月刚去过日本1年去2次日本年轻人对吧所以我只去了1次，年轻人去2次所以这就是一个日元的便宜同样的消费我是不在香港消费了，我去日本消费了那所以它现在开始加息的话，这会导致我们的理解会导致日元升值包括利息高了之后这些投资者借日元去做投资的话也会减少，这样的话不光是对美国股票，全世界股票，对日本的股票也可能会有影响那还有一个利息最大的影响就是房地产，日本的房子如果加息加了太多，一点点还可以，加了太多的话，那房子一不好，股市一不好，出口一不好，经济就会不好了 OK 那通缩有多惨呢通缩的话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人家会延迟消费，今年东西不买了，想不买了，没有消费意欲了，因为明年更便宜对吧？或者是不减价不买了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在这样，已经习惯了不减价不促销就不买，没有这个买的冲动了减价了才买了那这样的话中国现在内销很差就是这个原因房地产一年比一年便宜，所以现在大陆的人就算有刚需要买楼，还是能延迟就延迟，因为迟点买会好一点，但是对大陆的那个地产发展商流血血液供应不上这个非常
非常惨的啊。你要说通缩有多惨，看一看中国大陆的经济就知道了。OK， 第三个我个人不太认同啊，想象了很多，我们都很喜欢想象，哇，美联储鲍威尔要打压中国人民币了，把中国打垮了，要帮美国的总统竞选啦啥。我们想象出来的，对不对？科幻小说想象出来的啊，我们要避免在投资的时候要避免这种想象，因为可能会害到我们自己的啊。第一个，鲍威尔的工作从来没有讲过要帮助美国总统竞选，这个绝对而且是不应该发生的啊。作为一个美联储的主席的话，应该是要中立的这个是他应有的态度。第二个，鲍威尔是谁 appoint 的？是特朗普appoint 的，对不对？如果他是要感恩报恩的话，他应该要把美国经济搞差掉，拜登下台啊，这个叫报恩啊。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个来幻想啊，如果他真的要帮美国竞选的话，那当年这个他应该是帮的是特朗普，结果特朗普也不是一样倒下来啊。所以呢，谁做总统跟鲍威尔完全没有关系啊，这个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想，好吧 ？OK， 这是我的意见啊，可能他真的有的，但是我不知道，对吧？但是我相信，做官的都是看job description， 有这个考核指标他会做，没有考核指标他不做，他考核指标就两个，通胀和失业率，就这么两个啊。所以什么要搞垮中国经济啦，外面有些人这样讲啊。我觉得他们也是讲故事讲的太多了啊！好，我个人意见啊。好了 ，Rich， 你现在看一下美股，给大家看一下啊。好，那现在呢，我们来讲一下美股啊。那尤其是我看到呢，在后台的私信啊，很多人有讲到一些美国的股票啊，或者是一些尤其是科技股，或者是之前已经是涨了很多很多的股票啊，包括一些明星股啊 ，NVIDIA 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CrowdStrike 啊，或者是一些科技板块的啊，那这个是我留意到的啊。那如果你现在也还是在留恋这些股票的话呢，那可能以下我的这一番话啊，或者是以下的这张图，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啊。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美股在过去一天、一个星期，然后呢还有1个月和3个月的表现。那我们看到啊，在3个月或者是在以前半年或者是1年里面其实涨得最多的板块就是刚才大家很关注的 technology 就是科技的板块。那这个网站呢，它显示的 technology 其实也是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所以大家关注的半导体也是在 technology 的板块里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尤其是最近的1个星期和最近的1天就这个是星期五的表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有更多的资金它其实是开始流到一些相对比较防御性强的，或者是相对比较稳一点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看到 energy那这个之前是一直跑出大势的那也可以被大家。被各类的投资者认为这一个板块是相对比较保守、防御性强的行业，反而是在过去的1个星期是涨得最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的1天我们可以看到跌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 technology 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是不是这个机构投资者已经看到事情在改变了，所以他们已经把资金在撤离 technology 了？其实是有2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其实整体的板块轮动资金也是会有流动的这是第一个元素。或者就涨得太多了之前对，那第2个元素呢，就是其实之前我们看到我们之前也看到technology 是很多人也是追捧的一个科技行业和板块。现在谁都在追 NVIDIA。我上个星期在坐公共汽车了，我要去深圳，我坐在后面2个日本人在香港什么讲日文，我什么都听不懂，只听到 NVIDIA 2个日本人都在说NVIDIA 所以全世界资金都在 NVIDIA 那第2个元素就是你刚才说到的其实这些板块其实在过去呢已经是涨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啊。那现在不如我所以我加一句分享那个画啊，面我加一句，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啊，大家要留意这一分享点啊，对，留意这一点啊，这个很危险，就是什么？通常散户追的如果一只股票啊，都是散户的资金在追它，而大户机构投资者大户在撤资、在离的、在派货、在卖出来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啊！大家可以把我这句 OK 话啊，这个总结一下，留个那言啊。现在呢，不如我们来好看一看一下下这个我分享的这个 TradingView 的画面。啊，OK，好的，等一下，哎，大家能看到对吧？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大势。那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呢，其实它并没有涨太多啊，它其实更多那个波动性更大了。我们看到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尤其是Nasdaq 啊，那为什么我要特意的讲一下 Nasdaq 呢？啊，就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叫做创新高和创新低的这个市宽啊，那如果我来设置一下这里，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所有的indexes 啊，全部把它加在一起啊，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正数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 Nasdaq 啊，大家都知道 Nasdaq 是一个更偏重科技股的一个指数。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呢它的创新高的股票已经是那个创新高和这个创新低的股票对比在一起，其实现在它已经是在一个负数的阶段，也就是创新低的股票比创新高的股票更多啊，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点。这里我插一句啊，如果大家听不懂的新的朋友的话，不要紧，因为 Rich 之前在 YouTube 讲过4个股票转势的一个信号里面啊，他现在就在讲其中一个。如果大家听不明白的话，之后可以去找回 Rich 啊，也给大家的那个4个信号的那一个视频。然后呢，1个多月前、2个月前，对，今年年初的啊。然后呢，OK， 我们来看一下在之前这一条20天线啊，我看一下这条这个红色这条线啊，在过去也是一个蛮强的支持位啊，这里，然后这里也曾经有一个支持啊，那然后你看到最近哦，它开始有一些我们叫做假突破啊，跌破了再反弹，然后最近也是它在这个位置有反应啊，但是我们看它在涨的幅度已经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你看这里只有1点几左右啊，那这个幅度跟我们之前可能11月或者是当时候1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是那个幅度是不一样了啊。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啊，这里呢我拿的是4个指数，那分别是这里是标普500的 ETF， 然后呢这个是QQQ 呢就是 Nasdaq 的 ETF。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罗素2000的 ETF，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Dow Jones 的一个 ETF。我们可以看到呢除了 S&P 500的那个 ETF 以外，其实其他的指数它都是刚刚跌破了20天线的这个支持10天线和20天线的这个支持，那也可以说明，其实现在呢这个资金也可以说是开始撤离。并且是转到了一些比较保守的就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比如说 energy 或者是其他的像是黄金也是一样的materials 一样，也是一些相对比较保险，或者是那些投资者认为在那个板块可以说是一个避险的行业当中他们的资金是反而流到那里去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尤其是这个是代表中小型企业的罗素2000。它的跌幅呢，最近也是跌的蛮多的，那尤其是它已经是跌破了这个20天线的这个支持那它下一个位置呢，下一个支持位呢，可能是50天线这里就是这条黄色线这里大家如果想 Rich 做哪一个股票的 technical analysis 的话，可以在留言区投票我们看最感兴趣的
那现在人数差一点点到1000啊，如果大家可以再邀请多一点朋友来的话，把今天的这个直播分享出去的话，我们够1000个人的话啊，我们就分享2个股票的 technical analysis， 好吧？所以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也可以留言也可以分享出去啊。OK，但是呢其实我在 GMT 大概1个多月之前其实我已经是观察到这个资金可能会有流动的可能性然后呢我也跟这些同学们说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应该要关注的可能是除了科技股之外的其他的板块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投资的话尽量不要太集中在一个板块里面，因为如果万一这些资金有撤离，然后我们看到像是星期五科技股已经跌了1点几以上但是如果你刚好你的仓位全部都是买那些科技板块，然后你可能在那一天你的账户可能会损失的比较多，那这个是我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的，那也包括在3月9号的时候呢我在 GMT 的社群里面也跟大家提醒过那当时候呢我是看到NVIDIA 在盘中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穿头破脚，然后呢也是一个很大的成交量的一个信号出现那结合起来呢我当时候判断很有可能大盘或者是尤其是半导体的行业和一些科技股或者是在过去已经是涨了很多很多的股票已经非常延伸的走势的股票，可能在未来的1个月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会有一个回调那我们现在呢再来看一下这个 Trading View OK OK 那当时候呢就是这一天在这一天可能在盘中的时候大概我记得是我刚做完 GMT 当时候可能12点多就出了个 post 而且是出了 notification 的我觉得比较特别比较重要，所以我是开了通知告诉大家的但你看后来它并没有再创新高那当然我知道像同学说在3月18号有一个 NVIDIA 的 GTC 的一个 AI conference 那这个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看的话其实现在 NVIDIA 呢它并没有再继续像以前那样的涨势现在呢我们看到成交量它的成交量也是蛮大的一个调整那你可能会说NVIDIA 它好像并没有跌太多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另外的半导体的公司，例如 AMD， 那你看到它从3月9号那一天到现在它曾经是有18%的一个调整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鼓励大家高追，因为你看一下短短3、4、5个交易日它就能跌它就能回撤10几那虽然它昨天有一个回调2点几的回调但是从3月9号到现在看的话呢，也是跌了超过16%。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半导体的公司，比如说台积电那它一样的也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星期跌了很多包括Broadcom 这个也是一个半导体的公司。你看一下这些半导体的公司在过去它其实是一直跑赢大势，也是算是一个强势的股票包括我刚才讲的那几个那你也可以看到在最近的这一个星期它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回撤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整个科技的板块那这里呢我讲到的科技板块呢是一个科技主题的ETF，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它也是刚刚跌破了一个20天线的一个支持位，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资金可能在这些过去非常强势的一个主题里面，你看到在过去在过去它是涨了很多的但是在现在来看呢，它其实已经相对比较疲弱，可能会流到其他的板块，尤其是那些相对比较防守性强一点的板块。OK，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回到PPT 的部分。
有个网友问了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美金啊美元对日元没有走弱，反而是走强呢？其实这个因素有很多，对吧？一方面日本央行可能会加息，这个还是个预期，但另外一方面呢，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的预期是延迟的，我们要看两边的，对不对？不是只看日本那一边的，看两边的。但现在这几天这一两个星期，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的期望是不断的在延迟，不断的在降低。那美联储降息少了或者延迟了，那当然对美元会好了。所以这个是就是不能只看一面，就是这样。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Rich 很棒啊，谢谢谢谢大家的鼓励。OK， 好那下一页就是 OK， 我看到好多人都对中国的和香港的股票有兴趣包括现场有很多人问了好，那我就讲一讲我的看法首先呢，中国的经济呢现在是一个被挑战的这个很多挑战的一个时期 ，OK，it's a tough time 很艰难的时期，对吧？但是我们要客观一点讲第一个，中国现在好像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艰难的时间起码我觉得在90年代之后00年之后，基本上是没有面对过这么艰难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措手无策有这样的吗？年轻人不是每年都涨工资的吗？不是我不做这里就有那里跳一跳就涨工资的吗？不是我可以随便花钱的吗？突然之间我被裁员了，我没做错事情，我被裁员了美国公司搬走了，哪里公司搬走了有这个事情的，不是全世界的公司在往中国走吗？对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过去20年是太好了，太顺利了。所以现在人家觉得哎呀好像很大的问题，所以不消费这个消费的信心少了那楼之前20年都是涨了全世界最多的我们香港的楼说是涨得多了，以前19年之前跑去中国大陆的楼涨得要比香港的楼还要快2到3倍这个因为中国的外汇很多嘛，钱很多嘛，所以当时中国的钱很多，使到他们房地产有这个泡沫那个房地产涨上去了，人就感觉到有财富效应吧，感觉到钱多了，出去又花钱多了我都不敢想象，我们香港人花钱像一个乞丐乞丐Hong Kong beggar 香港乞丐大陆人出来大豪客big spender 在广东道买 LV Gucci Hermes 什么60万一条皮带我们香港人都不敢想象怎么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们香港曾经也很风光80年代我们跑去90年代初跑去加拿大移民，哇，跑到那里我们都是买奔驰宝马，我们本地人还在买什么GM Pontiac 什么看不起人家了，对不对？香港有风光过之后就到艰难了从97年开始也艰难了，所以中国现在艰难是很正常的，只是他们以前太顺利了，顺利了太久了，顺利了很长时间了，所以现在好像感觉到哎呦没什么问题啦，我们香港都经历过啦，对不对？美国没经历过吗？裁员，我92年在美国毕业就裁员，就是找不到工作，所以美国人找不到工作很习惯了，正常香港人找不到工作都跑到大陆去了，很正常现在的工作离开大陆了也很正常所以很多东西都是很正常日本也是80年代牛得不得了80年代90年代开始，日本好像是所有的那些信心都没有了，现在不是又回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中国的经济不会永远都差下去的，只是现在周期的轮动这是一点那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周期的轮动呢最大的一个原因，几个原因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什么美国打压啦，什么习近平不是这个OK
一个人的政策不会搞得这么差的。OK，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房地产泡沫爆破了，这才是原因。OK， 那房地产泡沫不爆破不可能的，永远不能永远涨下去的。到了17、18、19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说啊，你不能说中国的楼价是多少钱一个平方米啊，对不对？你还要跟那个这个贷款的利率，还有人的工资的收入有关的。中国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了，对吧？还有一点这个房子的泡沫越到最后，它爆破的损害越厉害中国已经是这个老早应该爆破了但是它没爆破，所以现在爆破就很伤痛了。OK， 那所以许家印啊什么事后诸葛亮，对吧？所以中国政府还在15、16年已经开始想把这个房地产冷却下来，但是做不到。为什么？钱太多，经济太好，人家都是借钱的去买楼，买多几个要结婚要买楼有钱就买楼，什么钱不放在股票市场，不放在基金，就是买楼，就是因为经济又好，又赚得到钱，就是买楼，所以它这个楼价是涨了很多了。那中国政府就是限贷限购什么好多的政策出来都没有，所以它下的药就越下越猛所以现在反过来也是一样的问题越大，下的药就越猛，但是所有的药都是有个滞后的效应，而且房地产跌的时候就没人买，越跌越差，好的时候就拼命的去抢，对不对？买迟一点又涨上去了所以拼命的抢，在这个时候这个药力出来好像没有用的它再下猛药，好了。到了2020年了，新冠疫情把这个现金流中断了，3道红线，这个药死到本来是冷却一下，结果再叠加这个新冠疫情，那就恒大就死了。OK， 恒大死了，还有好多的死了那这样一死呢，暴雷包括幸福这个基金好多的那个信托基金啦、碧桂园啦，现金流都出问题了，连最稳的那个叫万科，最近都要他的母公司深圳地铁来救。这个万科是这个最稳的一家有实力的公司是民营企业了但是它的母公司是深圳的铁路公司是地铁公司都要它来救，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大，对吧？所以这个不是什么中国政府不好了，香港楼市爆的时候，97年到03年，董建华都要脚痛下台了，对不对？日本楼市一爆，迷失30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次按危机楼市一爆也是低迷了几年后来是 QE 搞出来的 OK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然这个生产以前是 Made in China， 中国是全世界的唯一一个世界工厂那新冠疫情还有可能俄乌战争可能在另外地方也有这个紧张的局面，所以美国政府也好这些大的厂商苹果所有的生产都在郑州搞不定了，你疫情封控了搞不定了，所以美国的公司现在要 China Plus One， 中国加一就是除了中国生产之外，万一有什么事情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生产所以在这个时候它的出口下降了，对吧？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楼跌了，股票不好了，人的这个财富效应是负的了就是不好的，钱没有了，对吧？楼跌下来了，或者我的钱买了一个楼，现在楼都不知道收不收得到了，肯定消费会减少，消费减少了，内需也少了。所以它是3台马车同时死3台马车同时死那个赚不到钱了，企业也不投资了，对吧？除了 AI 投资之外，其他的都在减慢。那再加上这个政府因为新冠疫情这个财政赤字出来了，借贷高了，政府的这个消费投资政府的财费这个支出也减少了所以是几样东西叠加在一起OK， 那香港是更惨，比中国更惨，为什么呢？香港的港元跟美元挂钩，
所以港元现在是特别的贵。我们现在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北上消费，我去过大陆消费，哇，大陆的餐饮业现在服务质量要比香港好，价钱是香港的1半。那回来香港就没胃口吃饭了，都是到大陆去吃饭了，交通又方便。很多人以前来香港玩，完了之后会过夜，现在一个高铁1个小时之后在深圳，2个小时之后在广州，回广州回深圳住了，明天再下来了，是不是啊？所以整体对香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来香港这个以前来买包包、买香水、买奶粉，现在大陆人都习惯网购了，还要自己拿一个拖着 gift 啊，拿一个行李袋来买啊，这个习惯已经没有了，改变了整个大家的消费习惯改变了，所以香港的经济是更差。再加上以前香港吃的红利就是在中国和美国中间两边吃红利，现在是中国抢走了香港的生意，美国也在撤离，不给香港吃饭。谁叫你这个对吧？19年没有叫我好看所以呢，香港现在是经济是很差的，这个我们要面对现实啊。但是还有这个问题是被无限的扩大了我们要明白这一点，问题是被无限的扩大了。为什么？第一个我们很多时候你要去哔哩哔哩小红书看起来还是很好的，对吧？因为有审批不能讲得太差但是在 YouTube 啦、Facebook 啦，在西方的媒体，我们叫西方的媒体，对吧？里面香港人本来就悲观了，这个香港的人的特性普遍的人的特性就是悲观对不对？跑到台湾 YouTube 这个肯定是主观的意愿，肯定希望对面的人 PK 啦，对面的人完蛋最好了，对不对？那个什么Disney 那只熊完蛋就最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偏差那在美国，当然美国的华人也是看了这些多，也是我觉得是香港的股市正好是现在便宜的不得了。为什么？看好的大陆的资金来不了，因为还是有外汇管制，港股通是一个很小的渠道。那本地的人经济不好，还要移民，好多人移民，对吧？香港很多人以前的人在移民，那海外的人看了这些不好的情绪的人这个普遍的悲观，包括美国的资金退休基金等等，在去年也是受到政府的指令要撤离香港中国的市场那他就定期的给你黑名单一下，打压一下，黑名单一下，总之搞到美资在撤离，全世界好多的资金在撤离，所以在这个时候，香港的股票我基本上99%肯定。香港的股票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所以2样东西大家我可以很有信心告诉大家，第一个，香港的楼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个，香港的股市是香港全世界最便宜的，对不对？所以现在在香港还买楼吗？我肯定不买楼了，有人要问我买楼，我马上卖，我便宜2% 给你，我马上卖，因为香港的楼不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楼对不对？但是香港的股票也不应该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股票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是喜欢买便宜货的我买了之后我不是期待明天有一个傻瓜问我很贵的买走我是 collect 我也有退休的一天嘛，对不对？我退休了之后，有点这个公司给我赚钱，那个公司给我赚钱，我看好的 AI 又这么便宜，中国大陆的 AI 中国大陆的这个那个又这么便宜。还有一点，我觉得中国我们也有上一个视频我讲过，上一个 YouTube 视频，中国的下一个竞争优势来自于电力的充裕和廉价 ，OK。你美国打压它的太阳能吗？你美国打压它的那一个风能吗？它就自己造了，在新疆了，在蒙古了，在四川造了，在青海造了，对不对？造完之后高压电特高压输到东南华东、华南、华北所以你这个电你所有的工厂跑去越南，越南不够电了；你所有的工厂跑去印度了，印度不够电了。在中国电又充裕又便宜你的 labor cost 人工贵了 ，so what？
我们以后都用 robot， 用的是电。所以呢，下一章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们在 GNT 里面会讲深入很多，包括哪些板块、哪些公司那大家在这里没有这个股票学习的基础的话我很建议就是大家不懂股票去买股票会输得很惨，所以需要先学习 ，OK，但是我个人觉得中国的经济会在未来因为这个电力还有人才了，人才这个高端的人才，以后中国不是来做 Nike shoes， 不是来做什么衣服的，衣服去 Bangladesh 好了，对吧？衣服要手工做了，这个跑去越南 Bangladesh 就可以了，对吧？以后的中国就是一台汽车，特斯拉的汽车在中国是最便宜的，中国生产这个特斯拉汽车要比它的美国和德国的便宜，所以它以后能够在中国生产出口的就会在中国生产出口 ，OK， 就是这么简单。以后就是攻击。小米的汽车没有人造的就是一个灯也不用开的厂，我在那里每天24小时不用换更的 ，no shift 不用换更的，就在那里造车了。所以小米汽车马上要上市了，3月28号要上市了我都在排队要试驾，要去买小米的汽车了。以前不敢想象的，买大陆汽车 ，what made in China 不敢想象的，现在我排队下一辆汽车不是比亚迪就是小米了，所以这个一定会改变的，对吧？你性价比这么好，你有没有在淘宝 shopping 过？我没有在拼多多 shopping 过，淘宝 shopping 过之后，我不在香港买东西了，全部东西都是淘宝按一个下东西，2天后就到了，我还去香港还要 parking。还要开车子去买东西吗？我连吃的东西都在淘宝买了 ，OK， 所以这个中国的经济还是非常有活力的OK， 好，那我们再下一个看看什么那这个你来讲了吧？Technical analysis， 这个这是我是吧？这是你在 GNT 准备的 ，OK， 哇，996个人，还差4个人了4个人我们就超过1000人了那我个人觉得港股是反弹了一点，我是首先在农历新年左右就告诉大家，大家可以去回看我的 Facebook， 告诉大家资金会再回来了，资金再回来了，对吧？那时候普罗大众还是觉得哇什么资金在撤离啦珍惜生命远离港股了，我就告诉他资金再回来了我们看到农历新年之后资金就是再回来，但是你说香港什么技术性牛市，我觉得还没到技术性这个你要说涨了20%叫技术性牛市 OK， 但香港现在还是个还没有真正的叫转势，还没有真正转势所以香港股票还是非常便宜。如果你没有这个研究香港股票的话，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哇，奔驰的车这个50汽车的价格可以买到奔驰的车，你去买奔驰的车呢，还是你买奔驰的车用50车的价格50是中国很便宜的一个车子 OK Proton 马来西亚就 Proton， 台湾就什么 Luwitt 可以买到奔驰了 OK 是不是 Luwitt 有个 L 的OK， 那下一个是不是你了OK，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我来回答吧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无论我在后台或者是刚才我在关注你们的留言区的时候1001了，你要讲2个了那我来讲2个可以那在我 okay. 关注你们讲这个就留言区里面那你我也是看到讲很多人讲 CrowdStrike， 第一个是 CrowdStrike 了好那第二个我们给你统计一下先来我先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GNT 是有一直关注的，包括它最新出的业绩报告我也是非常看好的觉得它也是非常强势我先分享对下一页，大家我知道大家很关心 CrowdStrike 你怎么这么厉害，可以永远做到低买高估这太厉害了大家想不想知道 Rich 是看了什么信号？除了 SMCI CrowdStrike 还有哪几个拼多多都是卖了马上跌，买了马上涨怎么能做到想不想知道不感兴趣就不讲了OK， 你这个是可以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在 GNT 我们是有一直关注和分析的包括它的一些行业竞争优势等等，我也是有讲的
然后呢，如果大家不是 GMP 的学生的话啊，那其实在不久的将来，在那个10倍5的课程里面，我也是会更新CrowdStrike 这个案例的分析。那到时候呢，我也会讲得很详细啊，到底为什么 CrowdStrike 是一个强势的10倍股啊？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20，我记得他当时候还是120块的时候吧，120块对啊，2020年，2020年然后120好块，，那我们现在啊讲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它怎么样啊？包括我看到的买卖信号啊，那其实我在它最低的时候啊，90块多，然后呢在140多块也是有买入，分几注买的啊，然后呢90多块，140几块，哇！对，然后呢在它一直涨的时候呢，有没有人后悔那个时候没有认识 Rich 啊？在 CrowdStrike 90块的时候没有认识 Rich 啊？然后呢，在它就一直涨的时候，我就分几注卖啊。然后呢，我并不是能摸顶的一个人啊。你看到我并没有在最高365块，By the 我并没有卖。 way，Rich 这个图跟人家的颜色是正好相反的啊，绿色是卖出哦，绿色是红色是买红色是入啊买。因为他说要做逆向投资者，所以颜色是跟人家反过来的啊，所以要不然人家看到是高买低估了，他是换过来，特意换过来的。啊，那不如这样吧，我直接分享那个对 TradingView 的画面吧。对，以后方便人家看，你还是换过来吧。OK，你看到什么信号？好多人感兴趣。你看到什么信号？首先呢，先说一下，我并不是在最顶的365块买的啊，我卖的啊，我并没有这个。你是哪里卖的？水晶球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那个图呢，在这里卖了一点，这里卖了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啊，大概290多、310多块的时候，已经是有在陆续的在卖了啊，所以呢，其实你是看到什么信号？ OK 啊，首先讲一下我看到什么信号啊，其实也是跟我刚才讲到的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包括其实在这里呢，我已经是能看到科技股的板块呢，已经开始是相对没有以前那么强势，并且呢尤其是网络安全的板块啊，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呢就是我拿了其中一个Cyber Security 的 ETF 那这里并不是建议大家去买这个 ETF， 或者是现在买 CrowdStrike 那这个是买卖投资是个人的决定那我说的这几个号码并不是推荐大家去购买但是现在为什么我要拿这个板块呢？就是可以更好的去关注这个网络安全的板块那 CrowdStrike 就是其中一家在这个板块里面的领导者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这一天呢是另外一家公司叫做对 Palo Alto 就这个公司它出了业绩报告之后呢是有一个很大的调整的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板块是非常动荡的就算 Palo Alto 它是整个网络安全行业当中的老大它也是有很大的震荡。这里是超过20%几的跌幅，那其实是一个很不正常的行为。那再加上这个科技板块呢开始变得弱势了那这个我在 GMP 2月份的时候也是有跟那些同学有说过的，那所以呢，我当时说过也是要相对谨慎一点的。OK， 然后呢，在之后呢。我说到就算 CrowdStrike 在50天线这里呢有一个支持位就算如此，它在之后的走势呢也是会相对比较波动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其实它上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相比以前这几个月，它都是很稳定的往上涨的，这个趋势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CrowdStrike 它属于这个板块也是科技股那它也是在过去跑赢了很多指数和整个大势那它也算是一个很强势的股票那我们看到它最近呢也是开始变得很疲弱或者是没有以前那么强势那这里我就可以判断
可能它未来会很大的机会会有个回调。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亡交叉？这个是10天线和20天线比较短线的比较短线。OK，那虽然我没在最高位卖掉但是我在这里呢已经也算不错了，对吧？我在这里买的几倍了啊？对，已经起码翻了1倍然后翻了1倍。虽然我们看到它这个业绩是非常好的它的 earnings per share， 你想一下一家公司 earnings per share 同比增长了200多%它的 sales 也是一个很稳定的增长那就算如此，它也是在那天裂口高开了20几%，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犯的错误很多人犯的错误业绩很好，结果股价跌，对不对？你就是猜不到，业绩很好，但是股价跌。像那个Lemonade 也是业绩很好，但是我们的 YouTube 里面上次讲Lemonade 的那个 YouTube 视频已经警告过大家了，对不对？高追了那个超买了不是高追，超买了，不要高追了出来之后就算业绩好的话会调整的，我们是事先告诉大家了，结果一出来真的调整了20%多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在股票是走在业绩的前面的包括富途最近大家知道我也留意富途的，对吧？富途那个业绩出来不是那么差，但是它的股价也是2天内跌了20%以上那也是同样的 pattern OK， 所以大家要小心这一点不能光看业绩就是amateurs这个新手最小白是什么都不看新手犯的错误就是看了业绩好就去买，结果就买贵了 OK， 我们要小心这一点 OK 那其实透过这个月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就算它跌了这么多，或者是最近的波动这么大，其实 CrowdStrike 呢在技术的层面上就只是看图表的话其实它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相对比较抗跌的，而且是第一它是涨得最多的其中之一，然后第二就是它在最近呢是相对比较抗跌的下一个股票是哪一只可以说是一个在这个股票的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强势，或者是说是一个领导的股票。你说一下 Tesla 了，Tesla 最多是 Tesla 是吗？那我先讲完这个了OK。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Palo Alto 它也算是一个领导的股，但是你看到它现在是跌破了50天线CrowdStrike 它刚刚跌破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个区别是很大的。那尤其是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叫 Zscaler 这个也是一个网络安全的公司，你看到它最近也是跌破了50天线，包括这个叫 SentinelOne 这个呢也是CrowdStrike 的一个竞争对手。你看到它整个板块的事情，对，你看到它现在它也是跌破了50天线那你看整个板块这个是 CIBR 整个 ETF 整个板块的 ETF。它也是最近的走势也是相当弱势的一个表现那所以你要说现在你要 CrowdStrike 怎么样能捞底吗？还是你看最近这么高了它还会继续涨吗？我没有这个水晶球能够预测未来，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包括刚才我讲到的种种的原因，现在呢科技股呢有很大的机会会回调的或者说它现在回调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就是这样，因为它过去你看到它已经是涨了很多，它有个回调呢，反而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OK，Tesla 我们来看一下 Tesla 呢可以说是一个散户的爱股吧，然后也是就我在论坛或者是我有时候上富途。也是会看到 Tesla 呢，其实是很多人的爱股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如我现在拿标普500来跟大家对比。等一下。OK，
啊，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我拿上面这个是标普500啊，就是整个大势啊，然后呢，我们下面这个图是 Tesla。好，我们来对比的看一下。我们先不说最近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你看整个大势呢都是一直在涨的啊。那2024年这里2013啊，2024年这里，2020 OK。但是你看到 Tesla 呢，它反而是越来越弱势的。哎，那你会说，哎，我到底在这里捞底好不好？哎，它好像很便宜哦，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能仔细观察的话呢，其实这里是一个很多人的陷阱啊。那有一些股票它便宜是可以捞底的啊，那有些股票呢，它便宜啊，就是一个陷阱啊。待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其他的基本面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啊。就算我在2004年2024年这里开始买，到现在它已经是跌了超过30%几啊，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多人都会踩的一个陷阱，就是可能会买一些之前啊你觉得它很好的股票啊，对，之前它确实之前是一个 leader stock。啊，但是在最近呢，它反而是一个很弱势的股票啊，就像在20-30年前啊，汇丰是一个很好的股票，但是现在它反而是落后的，或者是近期一点的，在7到8年前啊，阿里巴巴是一个很好的股票，当时候它增长的很快，但是最近呢，阿里巴巴它是在基本面上面是面对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其实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误，在我们的课程里面啊，10倍股里面有讲过，企业成长有7个阶段，对，其中一个阶段叫迷失期啊，就是它成长已经放缓了，不再成长了，所以成长的股票的投资者开始离开了。而这个价值投资者又没进来啊，又不便宜啊，就是成长又放缓了，但它的股价又不便宜，所以以前的人在走，新的人还没进来，这个时候股价会跌啊，就算它的业绩不差也会跌，业绩差是跌得更惨，业绩不差也会跌。是这个所以很多人都踩到这个陷阱啊，这个以前什么汇丰啦，阿里巴巴啦，好多人都说，哎呀，阿里能捞底了吗？汇丰能捞底了吗？大家有留意的话，我都叫大家不要，对吧？到现在啊，阿里巴巴真的是便宜了，便宜到价值投资者的时候了啊，当然也有更好的选择啊，那所以我觉得特斯拉的话，大家只要看一下电动车。的这个市占率或者是中国的电动车便宜的这个价格、性能等等当然特斯拉也是很厉害的车但是以前是特斯拉一家遥遥领先，现在是众多的车里面特斯拉很好不要伤到特斯拉粉丝的那个心，但是也有比亚迪。对吧？也有还有好多我在等待这个小米所以还有好多的车子到中国大陆哇，这个电动车的品牌已经数不清楚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特斯拉，包括以前特斯拉股价也是特别的过高。曾经一段时间我们讲特斯拉一家公司的市值是超越了所有汽车公司的市值当时肯定是过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选股布局的话有更好的成长的板块，有更好的企业不要我个人不会留恋特斯拉了你给我选的话我会看多点比亚迪多过看特斯拉了。对，我刚才也说过，我下一台车可能是小米，可能是比亚迪，never Tesla for me OK， 就这样。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面的数据其实我们看到呢，它在2023年开始就我关注它的财报，它也是有开始降价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它的毛利在最近的一年都是在下降的那这是第一个趋势。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呢，其实不光是 Tesla， 其实是
比亚迪啊，或者是其他的品牌，他们也在降价啊。那他们在降价的话啊，其实这个市场呢是更激烈的啊，就各家厂商他们都在抢这个市场啊。那我们可以想象啊，不光是 Tesla， 可能是其他的厂商，他们在现在和过去几年来对比的话，那他们可能那个竞争会更激烈啊。那尤其是 Tesla 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这2个季度啊，它的revenue growth， 它的营收增长率呢，在在这个季度啊，就是Q4，它只有3%的增长啊，然后再上一个季度 Q3啊，它是9%的增长啊，都是一个个位数啊，一个很低的一个数字啊。那相比它过去可能1年前或者是2年前，它还有30%-50%，或者是再高一点的60%-70%-80%的情况都是有的啊。但在过去，它确实是一个成长股，它有一个很高速的这个营收增长的情况。但在最近的这2个季度呢，我们看到它的数字已经下降了，它并不是2020年或者是2021年的时候啊涨了那么多啊，它的基本面在现在来说其实也算是有改变啊，所以我们并不会关注啊 Tesla 最近它的走势，就这样。OK， 好，下一个我们网友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投资策略啊，我最简单，大道至简，选股5部曲，对吧？很多人用错的就是一来就看技术分析，或者一来就看个别股票的分析。其实如果是熊市的话，股票再好也不会怎么涨啊。到了牛市、牛三的话，股票再烂也会涨很多啊。当然，我们也要找到好的公司啊，要不然的话，跌的时候心里没底啊。所以呢，照着这个选股5部曲去走的话，一步一步走的话，先看牛熊周期啊，先看我们之前讲过不同的周期啊，叠加在一起，股票市场的周期就大约没有人能精准的摸到什么时候顶，什么时候底，然后起飞的板块。我们有看到啊，这个过去我们首先讲了 AI 的板块，那 AI 的板块真的是跑赢了，对吧？你要是还在买银行股，就 no comment 了 ，OK？ 或者是特斯拉曾经也是10倍股啊，我们也看到当时分拆前的180块，我们也看过特斯拉。这个也是涨了好多啊，所以第二个是起飞的行业，但是也要 rotate 啊。你现在进去电动车的话，我觉得未来只会越来越竞争激烈啊。第3个就是龙头的企业了啊 ，NVIDIA 跟 AMD 已经是天渊之别了 ，OK， 就这样。那第4个就是这个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啊？所以这个很简单，是不是啊？所以呢，投一个宏观经济。可能还有点心理啊。到了第2和第3个就是基本面、基本分析啊，你要听到外面基本分析。到了第4和第5个就是技术分析，所以我们是不排除3个不同的这个领域我们都会用啊，我们叫 FTP Fundamentals、Technical 还有Psychology 3个都会用。而不是说只用一个的话，准确度会少很多，好吧？选股的方法怎么样去分析板块啊？我觉得这个要2天的时间来学啊，所以我们之前2020年的时候有个2天的课程叫选股5部曲，所以也是几块钱，这个叫系统维护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到连接啊，我们放个连接在那里啊。要2天我不可能在2分钟之内讲给你听，是不是但基本上这个几块钱是作为一个系统维护费啦，不要我亏本了我是作为公益课，好吧 ？OK， 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是在10倍股是更加深入的来探讨我觉得还是现在有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刚才那个下一章刚才那一个我们也讲过，这个现在日本加息啦，美国的经济啦，都是一个 wild card 这个包括中美关系也不是说中国便宜，香港股票便宜就全部压注在香港或者中国不要有错误的理解我是觉得中国很便宜嘞，也看好嘞。
但也不能全部压住，一定要分散，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包括黄金啊等等等等，对吧？那其中我觉得有一个策略就是把一部分放在财息兼收股，稳定的 dividend stock， 便宜的时候就买，贵的时候就放一点低买高估，再加上有一个丰厚的我现在的股票都有 10% or more 的 dividend， 10% 以上的股息，再加上低买高估大约赚 10%， 那我每年有 20% 平均的回报，不错了，对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10倍股10倍股的话那我当然我也不预期10个10倍股，我买10个就10个都涨10倍但是如果10个当中有一个10倍，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有2个10倍股，那就更不得了了那现在用的我们这个框架去寻找的话，可能会在10个10倍股当中选到3个已经是不得了了3个10倍股，其他的就算你扔掉的话，都有300% 的回报了，对吧？那当然我们也是每个星期几个导师在一起帮同学有学习的部分，有全世界看板块、看个别股票的机会包括有什么风吹草动，像Rich 刚才也说过，我也有讲过，我们有个会员区看到什么信号啦会提醒大家一下那为什么在公开场合我们不讲个别股票这个就是个别股票就算讲了，今天好的，明天可能不好了，对吧？明天好的可能今天可能不好的，明天可能股价跌了之后又是个机会你要学会自己去做所以我们在 GMT 里面一边学习一边实践，一边在市场里面实践所以这个我觉得要投资的话，先要求知Rich下个星期考驾驶执照是不是下个星期对如果他不懂的话，他问我奔驰好不好？奔驰好但是他不懂的话撞车了，对吧？所以呢，股票好也要你懂得怎么去投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没有学会之前不要买你问我特斯拉能买吗？不要买，如果你没有驾驶执照 ，OK， 就这样我是说车子 ，OK， 那股票也是一样。如果你不懂的话不懂得怎么看的话刚才 Rich 看到跌了30%了，如果你在高位高追的话，这个冤枉钱30%就输掉了，对吧？如果你是学过的话，不代表不会跌但是你心里有底，知道是好的股票，心里有底，可能你还会加码，跌了之后你觉得便宜的话还可以加码，对吧 ？OK 所以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也是感谢大家的这个参与。我们今天如果收到价值的话，把今天的直播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欢迎大家再留言那我们也会看大家的留言还有什么问题想回答的，有可能我们会拍下一个视频 YouTube 视频给大家当然也是欢迎大家在每个星期五晚上跟我们 GMT 一起学习，一起寻找全世界的市场和科技带来的机会Global Trends and Markets GMT Markets and Trends OK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